在价值350亿元的中国航母上生活有多爽？一天6顿饭，顿顿不一样，8大菜系随心选择。中国作为少数拥有航母的国家，自然不可能将航母当成一个大号玩具，就放在家门口当个大号石狮子，自然要给其配备上专门的人员进行训练。俗话说得好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在任何时候，军队的伙食都是重中之重。作为战斗机担当的航母，自然不可能被亏待。在中国军队伙食中有一个详细排名表，分别是空军、海军、军权以及陆军。航母虽然算在海军编队中，但架不住上面有空军，所以吃的更是比其他军队吃的都好，甚至跟潜艇兵吃的都是半斤8两，属于中国陆军羡慕到哭的层次。在这里，1日3餐根本就上不了台面，是真正的1日6餐。如果士兵能熬夜的话，一天吃6顿饭根本不是问题。而且由于人员巨大，所以餐厅更是24小时供应食物，在休息时间想什么时候过来吃就什么时候过来吃，根本不需要担心休息的时候没胃口，饿了餐厅都关门的事情发生。对于那些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士兵，餐厅还会专门派人将食物送过去。如果光是这样，也不会被中国的陆军羡慕。最重要的是吃得好，陆军吃的都是炊事班的人做出来的，虽然点了做饭的技能树，但是明显点的不是很多。航母上的厨师就不同了，每个人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，不说是业内顶级，最起码在厨艺这个技能树上将大部分的技能都点到了精通。不说媲美御厨，最起码也不是路边餐馆能够碰瓷的。8大菜系煎炒烹炒不说样样精通，至少也是酒店大厨级别的，每天换着花样的给航母上的海军制作精美的食物。不说别的，至少在这里相邻的几天根本吃不到重复的菜品，不管是锅包肉还是糖醋排骨，又或者是西湖醋鱼，只要有名且不是特别难制作的菜品，这里的厨师都能烹饪。可以说不管天南海北，只要上了船，总有几道菜是你的家乡菜，能给人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。不过特别难的就别想了，时间根本来不及，就算厨师会做也没时间，毕竟一天24小时，23个半小时内都有人就餐。而且就算厨师能做，总不可能厚此薄彼，只给少部分人制作，在别处不知道，反正在这里挨揍是跑不掉的。当然航母上的伙食也是分等级的，最高标准的就是航母上的飞行舰队，这些人不仅是空军还是海军，而且还是航母的主要作战单位，吃的自然也是航母上最好的。一个人兼着2个军种的职务，拿不到2个人的工资，还拿不到2个人的伙食费的话，也太亏本了。而且在作战或者执行任务之前，吃什么也是有严格要求的，毕竟万一吃错东西，耽误飞机起飞是小事，延误军机就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大事了。所以吃饭也是飞行员的工作之一。其他的航母士兵吃的虽然没有航空兵好，但也绝对比其他兵种吃的好。每天的食物就要消耗12吨，需要好几个食堂通力合作才能完成。为了提高效率，炒菜的锅都是特制的，一次性就能炒出几十个人的菜，炒菜的勺子大小堪比铁锹，没有点力气根本做不出来这么多人的饭菜。因为消耗的大的原因，航母上几乎不会储存过多的食物，保证每顿吃的都是最新鲜的食物。毕竟中国又不是美国，需要全球布防，航母基本上也不出远门，食物快没了直接回家补货方便得很。在中国航母上当兵有多爽？为何中国陆军看了直流口水？在辽宁舰上有一个巨大的体育馆，是专门给航母上的士兵预留的，能满足航母船员的日常锻炼，可以有效地防止海军的机能退化。陆军听到直接就羡慕到哭了，这对陆军来说都不能称之为人话。日常训练完了还要进行锻炼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航母上的船员人均铁人，根本不知疲倦。事实上航母上的士兵并非铁人，只不过相对于陆军来说体能锻炼要少一点，毕竟不管是海军还是空军都属于技术兵种，虽然对体能有要求，但也跟哐哐堆体能的陆军没得比。日常的训练对于这些人来说基本没什么用，毕竟空间是真的比不上陆军，训练场所比陆军少上一部分，自然身体强度大多数也比不过陆军。加上航母上的伙食友好，再不锻炼一下真的就会出现能量过剩的情况，要是到最后因为体重的原因被退伍，这群人能用眼泪给航母清洗一下甲板。而且航母作为当今世界除了核武器以外最强大的武器，需要的都是技术兵，就算有少部分需要搬运的，也有专业的仪器，所以体能训练相对较少。单凭这一点就能羡慕哭中国的陆军。当年有一个笑话，过完年海军换了新舰艇，空军换了新飞机，火箭军新增了几枚导弹，陆军换了双新鞋。从这个笑话上就能看出陆军的日子到底过得有多惨。当然并不是中国不给陆军拨款，而是陆军的人数太多了，
即使将军费的大部分都分给陆军，对整体陆军而言也分不到多少。相反，人数较少的空军和海军，即使拿到的钱比陆军的少一些，但因为人数少的原因，看起来整体待遇偏高。而且中国对饮食非常看重，不少军队拿到钱的第一件能想到的事情都是太好了，可以加餐了。海军自然也不例外，这也就导致了海军的整体伙食偏高。再加上是技术兵的原因，训练量配不上这么好的伙食，自然就要找地方发泄。所以航母兵自然也就成为了健身房的常客。看到海军的体能训练，中国陆军恨不得将牙咬碎，自己的训练量天天996，海军凭啥享受公务员待遇？而且航母上的工作也相对比较轻松，休息时间还是很充裕的。除了必要的训练以及锻炼外，如果你有闲情雅致的话，甚至还可以种点植物。当然，植物的体型不能太大，最多也就是小型多肉那个级别的存在。再大一点，班长就可能连你带盆一块扔下船。毕竟航母的空间虽然不小，但绝对不能称之为大，想种树的想法可以收了。当然，这些都不是重点，毕竟每个军种都有不同的任务，训练量自然也有所不同。真正让陆军羡慕的还是在宿舍，陆军宿舍的被子要整齐划一的叠成豆腐块，略微有点失误，直接就会被班长从楼上扔下去，需要重新叠。刚入行的新兵甚至一天要叠好几次。海军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，海军宿舍不用叠豆腐块，只需要将被子平铺在床上就可以了，可以说完全没有被班长扔下去的风险。这一点才是陆军真正羡慕的地方。毕竟豆腐块是3分叠7分抠的典范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浪费在扣形状上。要是海军的方式能普及，别的军队什么情况我不知道，但陆军绝对是第一个高兴到哭泣的军种。豆腐块的折磨对陆军而言比负重5公里计时还大。中国航母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强？为何被美国称为海上最强兵器？中国的辽宁舰虽然不是核动力航母，但至少也挂着航母的名头，航母该有的它自然也都有。比如舰载机、蒸汽弹射平台，这些标配辽宁舰都是有的，只不过可能相比于美国的航母来说有些落后，但仍然能担得起航母的大名。辽宁舰长300米，宽70米，不过因为是老型号的原因，山东号的舰载机比美国航母舰载机的数量要少很多，只有44架，包括32架战斗机、12架直升飞机。虽然数量少，但仍然可以吊打很多国家的海军。作为航母的主要武器，舰载机的战斗力一般情况下都非常可观，加满油后最大作战半径为1200千米。这意味着即使舰载机被发现，航母的位置仍然极难发现。以战斗机做圆心画一个1000千米的圆，这个范围内的海域航母都有可能出现，想要找到跟大海捞针差不多。作为航母的主要进攻武器，虽然歼15属于老型号，但仍然可以悬挂12枚导弹，最大载弹量1.5吨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除了几个少数的军事强国，歼15也能称得上空中强者。至于战斗力更强的中国歼20为何不是舰载机，是因为装不起吗？这当然不是，只不过辽宁舰的版本太老了，带不起来。如果想将歼20变成舰载机，花费的代价太高，不值得。在防御系统上，辽宁舰有着3门1130近防炮，就是055大驱的同款近防炮。这3门近防炮可以说是航母压箱底的底牌，如果被发现并且导弹突破了前面的防线直冲航母，这3门近防炮将会火力全开，1分钟上万发子弹的倾泻，用这个枪毙5分后都不用火化，因为根本找不到完整的人体组织。通过大规模的倾泻子弹来防御导弹的袭击，一般情况下可以拦截不超过2马赫的导弹，即使导弹的速度超过2马赫，1130近防炮也有概率能够拦截。除了这个最后底牌外，辽宁舰航母还有着海红旗10近程防空导弹，射程在10公里，具有极佳的命中度，超过95%，以及2套反潜火箭装置，可以发射在水中，起到干扰敌方鱼雷的作用。甲板上还有多款电子干扰系统，能对敌方导弹进行干扰，使得来袭的导弹偏离目标。最后，甲板上还有多挺重机枪，可以对来袭的小艇进行扫射。不过，重机枪在航母上多少显得有点多余，真的到了用重机枪防御的时候，估计连写遗书的时间都没了。不过，美国的航母上面有，中国的自然也不能差了。主打的就是一个借鉴，别管有没有用，你就说有没有。航母上的这些武器基本上都是用来防守的，毕竟舰载机才是航母的主要进攻性武器，这些都只是添头，作用只有一个，防止别人偷家。毕竟航母一旦被毁，舰载机可是真的连家都找不到了，还指望在别人的航母上降落吗？这无异于痴人说梦。当然，中国的航母似乎也不需要考虑这么多，毕竟没有远洋布防任务，离开家的时间很少。要是中国大陆的反导系统在家门口都护不住自家的航母，那也太丢人了。
而且辽宁舰也即将退役了。虽然设计的退役时间是2028年，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海军的发展，说不定辽宁舰的退役时间还会提前。按照往年惯例，中国海军退役的舰艇会分配给中国海警，但谁家好人用航母当海警船的呀？不过，即使辽宁舰航母即将退役，其他非航母的战舰也不敢上去碰瓷。毕竟不谈别的，吨位就在这里摆着，哪怕是互相撞击先沉的，也一定是其他舰船。